好，節目的第二個環節，我們要來看一下美印的關係呢，現在是不是出現了一些變化？在名字的更改中，來看出一些端倪哦。我們來討論換這件名字的這個思維。近年呢，美國是一直推動所謂的印太戰略、印太部署、印太這兩個字啊，這讓大家覺得哦，好像把印度這一塊戰略看得非常的重要，作為這個圍堵中國大陸一個重要的支點。但近期出現了一個什麼訊號呢？就是美國國防部傳出把印太司令部啊，這個重新稱為是太平洋司令部的一個考量了。然後另一方面，中國外長王毅跟印度的國安顧問多瓦爾呢，他們也舉行了一個會談。看啊，這兩位他們在這邊舉行了會談，握手很開心，說呢雙邊關係現在正在正常化，而且取得了不錯的進展。好，我們首先來看這個換名字這件事情。美方的說法呢，沒有講的那麼複雜，說就是一個尊重過往一個歷史的進程哈，然後把它修改回來，然後對於所有的作戰內容啊，包括更改名稱不代表作戰責任的改變，印度呢還是我們這個 cover 的範圍，然後基本不變，轄區包括了美國西岸的外海，橫跨太平洋地區，延伸至印度西部邊邊等等，反正就是要然後保衛盟友，這些我們做出的誓言都沒有變。反正就是說呢，我們雖然把名字改回來，但是對印度的這個策略還是涵蓋在裡面的，但我們看起來這個聲明沒有事情，但為什麼要改？事出必有因。改名字，你後面所有的行政流程、手冊、看板什麼東西，這後面有龐大的費用呢？為什麼要這樣改呢？難道美國的亞洲戰略語言出現了調整了嗎？從印太回到了太平洋，這些 wordplay 玩這個文字遊戲裡面有哪一些門道啊？其實是值得觀眾朋友好好的細細一一點評的。我們先請楊老師幫大家分析。這個改名字有兩層的意涵哦。第一層，我覺得當然是印度過去被高估了，所以他改回來。那為什麼在被高估呢？三個層面啊。我覺得第一個層面，它的戰略的角色跟功能呢被高估了。以前是認為說印度可以跟QUAD，還記不記得？對，就是美日澳印，澳洲、印度。那這個QUAD到現在還是存在，它某種層面其實是一種地緣包圍中國，不能說圍堵，它最多就是一種包圍的態勢。那因此它的戰略的角色，那你要相配合的，像是日本、像是澳洲的這個作為啊，在軍事政策上啊，以及在你跟就是中國的關係上，可是呢，印度顯然它一直以來，1998年以前，印度根本就是跟全世界的這種大國的關係是維持就是很淡的這種連結，因此到了1998年之後才有所謂的東望，那後來莫迪上來的時候把它叫東進，也就是跟東南亞以及亞洲去做連結。可是他後來自己就退出 RCEP 的這個談判 ，RCEP 是指就是日本、中國、韓國跟東南亞11個國家，還有澳洲、紐西蘭的這個11+5的區域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本來有印度的自己退出了，那所以印度的戰略角色被高估了。第二個，印度的它的就是在經濟的層面，其實也被高估了。好，虽然它所謂的現在是世界第4大經濟體，對不起，我們現在都知道，根本它是計算錯誤，就完全膨脹。他去年說是說經濟成長率7.7%，人家一算了之後，其實大概只有2.1%。然後呢，他自己相關的數字的膨脹，那當然因為日元的貶值，也使得日本就是往後落，所以呢從第4掉到第5，印度才從第5變成第4。但不管怎樣，它是14億的人口哈，那這是一個很大的，所以它這些數字被高估，然後呢，很重要的是，人家以為說可以中國+1，也就是說，在中國的製造的企業可以移轉到印度去，結果這幾年下來，哇，大家走了走，然後離開的離開，但太多的問題沒有辦法去支撐一個去中國的替代方案，做不到。所以我覺得印度被高估，因此印太總部回到太平洋總部，這是我覺得不需要去否認。啊，印度還有沒有這個重要性？當然還是有這個重要性了。可是你看，在這個伊朗戰爭之後啊，南亞地區啊，巴基斯坦的角色提升了。然後呢，他可以跟中國關係好，他跟美國關係好，可以跟穆斯林的關係很好，可以做到調解的角色，印度做不到。那另外一個層面，我覺得他改名了。另外一個層面提醒大家的是，那就是他回到
第一島鏈的焦點，也就是說，回到跟日本、美日安保、跟菲律賓、跟澳洲，以及跟台灣的關係、軍事合作關係，以及希望加強這邊的整個軍事的部署、演練，然後呢，各方面的軍事合作的連結。那我覺得這裡面，當然這個才是真正太平洋總部一直以來的重要的任務。它不是要把印度拉回來，使得它整個在名稱上、在戰略上、在整個這個經費的配置上，其實都會產生分散。你要真正的焦點，所以我們這邊反而在西太平洋地區尤其中國大陸這邊要警惕，當它改回名字的時候，它的針對性就回到原來，而且可能會更加的強化。了解。好，姚老師幫我們分析，這個回到了美國的戰略中心可能回心轉移到第一島鏈，因為這幾年已經給了印度這個觀察期了，但是交出來的成績單不盡人意，先把你留校察看。好，那印度方面呢，看到了美國這樣子，把名字改回去了，把自己的 India 這個印呢給抽離出去了，他自己當然也會有一些小心思嘛，所以跟美國的合作，跟中國的關係，這個戰略之間的比例要怎麼拿捏？印度人現在也要好好想一想，這也是莫迪政府的一大難題哦。那是否會把印度開始往中國大陸來這個靠攏跟推向呢？這當然先引發了各方的聯想。根據路透的報道呢，我們剛剛提到了這個印度的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這次跟中國外長王毅兩個人的見面可以說是相見歡吶，成效得很好。雙方共同努力呢，說要促進中印各項這個交往逐步恢復，更重要的是把這幾年兩邊鬧得不開心，沒有真槍實彈，但是所有拿那個木棍都在打起來的這個中印邊界問題放回到適當的位置，避免來影響因為這個小事情影響到雙方關係的大局。好，我們看到了這個不要因小失大，顧大局，已經雙方都講成這樣話了。說這場形容呢，這個外界說是非常有建設性跟前瞻性的，那事實上也是啊。中國有這麼龐大的資本，有這麼強大的這個基礎設施的建造能力，當然是可以幫助印度很多啊，在經濟發展上大有可為。這麼一個大鄰居，你跟他如果處不好的話，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所以，李將軍，你怎麼觀察印度的這個風向，在美國跟中國之間的比例要怎麼調整呢？當然，印度在2017年的時候，那是第一次，近期了这近10年裡面第一次跟中印發生邊界衝突，那次是在洞朗地區然後在2020年，那次更嚴重，是在這個加勒萬河谷的地方，雙方用這個互相用狼牙棒這個互毆雖然說沒有用到熱兵器，可是也造成40幾個人以上的死傷。所以從那次之後，中印這個雙方來講，在經濟方面當然就交惡，慢慢就這個印度來講就大幅收緊了這個中企到他國內的投資但是這有沒有用？最近來講的話，印度當然極想發展自己的企業，可是你知道印度這個國家它發展企業跟它的軍工業是一樣，它老是想要走捷徑，老是想要說是縮短發展的期間，然後做一些不踏實的工作。它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就跟國外去買，跟外國買它的技術，買它的產業鏈那是最快的。譬如說，我們都知道印度做一樣武器經常跟意大利買意大利設計的圖紙，跟這個以色列買雷達然後跟法國買這個武器系統，然後拼湊在一起，變成說他自己制造出來。他產業也是這種概念，你知道？所以他想說用這個減少發展的時間，然後降低成本。那最快方法是什麼？如果說是在經濟產業方面來講的話，那最快方法。那放眼世界，他就跟中國合作從中國引進相關的科技跟技術我舉一個最簡單的產業，譬如說現在很流行的電動車產業，那印度的塔塔汽車它就跟中國奇瑞汽車來合作發展電動車，還有發展 hybrid 的這種混合動力的汽車。那除了說是它塔塔汽車之外，另外有一個叫 JSW 的 Motor 也跟奇瑞來做合作，他希望從奇瑞那邊，因為中国現在電動車技術做得非常成熟，所以他可以跟中國獲取到什麼？第一個是電動車的平台在這個平台上面來構建。那第二個你繞不開的是中國電動車的電池電池來講是這個電動車必要的一個動力的來源這方面也是中國強項第三個是什麼？譬如說是電驅的系統，像馬達這一類都是電驅系統。那這整個系統來講的話，它等於說一輛電動車你要發展靈魂，就主要是靠這
3個元素嘛哈。那這3個元素目前來講，印度還是要跟中國求得合作，希望這個中國奇瑞汽車跟他合作以後，把這3個用零附件啊，或用技術方轉移的方式提供給印度。但是中國目前好像奇瑞汽車也這樣做，但是我還是認為說是這個印度這個國家是有名的這種企業的墳場國家，很多全球的這個大企業到印度去都鎩羽而歸了。大家有一句傳言，我不知道聽過沒有？印度賺錢，印度花，1毛別想帶回家哈。所以印度到時候你等到企業在那邊投入到某一種程度以後，它可以借着各種理由去翻開它多如牛毛的這種相關的法律文件，就像你企業增加它的这種增加你的稅收甚至於更惡劣一點，將你這個財產扣留下來。那如果說找不到法律怎麼辦？我跟你講，印度還有一個方法。找不到法律，他制定一個法律，馬上定一個法律，就是要叫你企業沒收。到現在為止，不管是歐美國家或者是中國，在這方面吃很大的虧了。所以中國如果說企業要跟印度合作的話，在這方面還是要提高警覺了。畢竟這個國家的民族性是如此哈，他就叫你沒收啊！大家也不要圖了說印度有14億人口是很大的市場，其實當你的這種血本無歸，這個鎩羽而歸的時候，其實那時候也是灰頭土臉。是。好，就像將軍分享，印度人口多，機會大，但是當中呢也是有非常多的門道跟這個地雷哈。好，我們從數據來看，印度去年的經濟成長率飆破7.5%，單論數字是一個非常亮眼的數字，但是就跟我們前面楊老師講，這裡面有多少的水分，我們先打一個問號。但無論如何，今年呢都有機會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4大經濟體，並且受惠於現在全球的供應鏈被川普這樣一搞之後呢，整個重組了。還有印度人口多嘛，他們畢竟有4億中產階級這樣龐大的消費力作為兜底，所以呢，它還是有一定的這個製造業的能力哦，而且他們也積極啟動這個製造業的引擎，企圖去轉型。但是印度也有非常大的像民族性也好，種姓制度還是怎麼樣的很多文化上的問題，他們這個貧富差距太大了，底層人民的年收入哦，竟然不到新台幣10萬元呢，這是一個非常誇張的差距。那他自己的本身包袱啦，很多的問題哦，網絡上就經常開玩笑說，這個任何事情都分成4個程度哦，輕度、中度、重度，還有硬度哦，去調侃他在這裡什麼任何什麼荒腔走板啊、離譜至極的事情都會發生。所以想問一下尚志哥，怎麼看印度的經濟成長？是真的有料嗎？還是過譽了這個神奇的國度？好，印度的經濟成長率7.5%是高的。可是呢，實質上我們要講經濟成長率就在於說，你比較去年來講，你整個所謂 GDP 的實質的收入或這個國家整個進出口的表現，它的基數還是小的。所以當你基數比較小的，我的意思說，相較於中國可能是上兆美金哦，可是對於印度來講，它就是小不拉幾，所以它只要成長的數字多一點點，就可以體現在這7.5。所以這個數字其實是眾所皆知，是不能說灌水，就是它基數小。當然，我們要回過頭來談到印度之所以能夠發展到現在，坦白說，這10年來當中還是有一個主要的這個軸線，這個路徑。首先，我想我們都理解，一開始是什麼？其實總體來說都美國扶持，但一開始是什麼？一開始是美國對於一些軟體的外包，大概在10幾年前 .com 之後哦，對，它很多軟體的服務的外包，其實在美國的部分服務成本高，可是它又不能夠給英語系要不夠強，比如中國大陸不夠，所以就是外包到印度，所以包括 Bangalore 整個這些印度最重要的工業製造跟軟體城，都是因為美國軟體外包開始。於是之後呢，也包括硅谷的這些 CEO 也越來越多印度，然後都知道，我想我們在這個網絡上看到很多印度就是家族都拉一拉，沒錯，最後整個可以說科技業裡頭，包括先前的馬斯克的 X 裡頭，滿滿的都是印度的高管跟部門的主管，直到他進來之後，把所有人都把他砍掉，一夜之間砍走，才換成以中國人為主的部分的研發團隊，當然還有包括美國產業的扶持，為了要去中化，所以這去中化大概就是在疫情期間之前，包括美國政府跟美國很多主要的廠商，在美國這種要求之下，從中國撤離到印度，所以這裡頭也包括了蘋果手機。不過呢，印度不得不說，他們有幾個重要的優勢，還是對於製造業當中是大家沒有話講的。首先就是人口紅利，在中國跟日本這些製造大國，在亞洲地區大家都高齡化，只有印度都一直生孩子，他們沒有高齡化的問題。印度也土地也非常非常大，
雖然它的土地沒有太多資源，我們要注意哦，那麼大的土地的位置，中國、俄羅斯很多地方都有資源，但是因為南亞盆地它是一個沉積岩，是因為河流當中積沉的，所以它實質到目前來講，不像在中國或者是加拿大、澳洲這些大地方有非常多什麼稀土礦，你都沒有聽到印度有非常多厲害的這些礦產，所以它的土地的利基不夠多。然而它人口確實是它最大的這個幫助，但是現在大家面臨的問題都是它的稅務有問題，它的機制有問題，它也殺熟，從殺中國的這些小米的廠商，現在連蘋果都敢殺，所以這個裡頭都使得現在大家覺得長期來說，如果你的體制不行的話，大家已經經歷印度發展了10年，發現撐不下去。還有剛剛還有最公正的印度本身的基建能力，尤其能源方面的欠缺，是任何制造業、工業發展大國當中最大關鍵。連美國現在都受不了了，你覺得印度的現在的能源政策能支撐它的制造環境嗎？是。好，謝謝尚志哥的分析，我們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